房貸一族拼買房，房貸繳得起不代表你買得起哦。先說結論，租金等於房貸，不代表你就可以直接買了。如果繳完房貸你就沒剩錢的話，會很危險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把房子增貸去買股票到底可不可行哦，相當多人這樣子做哦。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租金繳超過房貸就能買房嗎？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想給孩子獨立房間，36歲媽嘆兩房租金能繳房貸，眾人苦勸先別買房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有一位網友說他是36歲的媽媽，然後自己的薪水是4萬塊，老公是做業務工作的，薪水不固定，在3到10萬塊之間。目前他們跟小孩是租一間大套房來生活這樣，那因為小孩越來越大了，他就想要讓小孩有自己的房間，就去看一些2房的租屋物件，結果沒想到算一算租金都可以直接繳房貸了，然後就問說到底是買房比較划算還是租屋比較划算？好，如果是你會怎麼選哦？歡迎底下留言，或者是如果這個網友是你的朋友，你會怎麼建議他？哦，所以你要知道我會怎麼選哦。好，那看我頻道那麼久了，應該也猜得到我會說什麼。這種情況我會跟他說，你先不要買，先不要。為什麼？風險太高了。他們夫妻倆的收入這不高這個加起來是7萬塊當然我知道業務工作有時候會領非常的多，但我不會看先猜這個領到10萬塊的頻率不是很高，不然他描述就應該會是老公薪水平均有個6、7萬，有時候會到10萬這樣。好，那這樣的狀況來講，如果你是用新青安買房的話，就算你貸款1000萬30年，這種比較常見的條件，你一個月房貸就要吃掉3萬5，那等於是吃掉一個人的薪水那剩下的錢要顧小孩，要應付各種臨時跑出來的錢，例如說洗衣機壞了，例如說小孩突然生病，還要處理3個人的日常開銷，這壓力很大。所以我會擔心說，就買了以後生活不小心就爆掉了，因為買下去之後你生活就在走鋼絲了嘞，那不是走鋼索，那走鋼絲呢。好，那如果你繼續租房子的話，有一些開支是可以省下來的，例如說你去報租補嘛，一個月省幾千塊不用白不用，或者是說這間租的房子冰箱冷氣壞掉了，是房東要處理只要你的房東是個好人的話，那這些東西屬於房東修繕義務嘛那他就可以這樣慢慢存錢，然後至於哪時候可以存到頭期款，然後有6個月的緊急預備金就可以準備上了最後你要知道我更建議的解法是什麼？好，那接下來就要講有沒有更快的解法咯有犧牲召喚又是那一招。看你們夫妻要犧牲哪一個人的肝來召喚新台幣然後加速現在存錢的速度。那對夫妻現在的問題就是收入不夠撐起一間房子嘛，那看起來短期沒有辦法解決。你都30幾叫你跳槽台積電我都不知道台積電會不會覺得你的肝好像開始發黑了而不太想用我也不建議跑外送或是什麼，外送的風險很高，就是你可以送1000單都沒出意外，但是第1001單不小心 A 到出個車禍或什麼就很麻煩那所以我會建議說，就直接講就去找一個剪片外包的工作來做然後就在家裡剪片，然後跟人家鬥價錢不得不為啦。我亂講，人家剪一支片收1500那你就是打個折，比方說你就3支應該要是4500嘛，3支4000，順便用這個方式把人家綁住把你的甲方給他綁住。至於低都不會低過最低基本時薪為什麼？因為這個是技術的東西。至少你可以在家裡工作，然後還可以邊顧小孩邊做事，那就是想辦法啦，跟那個老公協調說，你下班以後你就不要去肥累了那你就是回來，那我們一起做這個，或是每天晚睡1個小時是不會怎樣那我們就趕快分工下去做，看怎麼樣去做一個額外的收入，減個半年1年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我亂講月收入大概都可以增加2萬塊不是問題，因為你剪片的速度會變快那此時你的家庭收入其實就足夠支撐買房需求了，而且當你剪了1年的影片以後，至少過手上百支有吧，短影片的話可能上千支那只要有一個就委托你剪片的人他紅了紅了以後你就怎麼樣？你就說那個是我幫他剪的 OK 好，你下次剪片突然就可以開高，為什麼不知道？就這樣，那你就可以自抬身價就对了就有得選了就是你要改善家庭生活那你的報價變高，那你去做這個剪片的工作，還是說我就是不要剪片然後我就繼續維持現狀
我個人認為就是在這之間去找出一個平衡點，這個就可以了，也可以破除掉說無法買房只能一直租房的這個無限循環。你覺得這招怎樣？剪片這個東西都說 AI 剪片，好啊，你叫 AI 剪給我看。我告訴你，就算 AI 可以剪片，他們那個制作節目的人也不會想要自己下去剪片，你知道？那你可能就可以報出一個很誇張的價格。現在 AI 能夠剪片的它大概就是處理像 Podcast 的訪談節目這種東西，也就是說兩個人在對話，然後總共3台攝影機，一台攝影機正前方拍2個人，然後左邊一台拍一個，然後右邊一台拍一個，就這樣。然後誰講話的時候鏡頭 take 過去，大概就是這樣而已嘛。這個東西 AI 來做應該是做得到。那你要再複雜一點的，比方說就有一個想紅又不紅的網紅，然後他就出去高雄一日遊，他就雲端上面就給你那個他拍的影片，他出去玩2天1夜50幾 G， 我靠，你這個叫 AI 怎麼整理出精彩時刻把它剪起來？難啊。再說了，他就是出去玩的人，他知道 AI 會剪片，他會自己用嗎？不會，好不好？所以這個剪片這個東西我個人認為未來的需求還是會存在。我為什麼會推薦剪片這個東西？是因為他就在家工作，你可以顧小孩，你不用出去跑外送風吹露宿都不用。那剪片的話很好上手了，剪片的訓練可能訓練個20-30分鐘那你基礎簡單的，不要講剪輯我們講剪接就做得到。很多短視頻也是要這個東西而已他也不要你多厲害就是他們會幹片會一直亂拍然後海量的拍你就海量的剪速度有出來，讓他們去賭那個影片爆紅的幾率，但需求大概都在這個地方。我個人認為剪片已經是一個相當理想跟優質的工作了，不然你其他的東西它要的代價都太大。比方說你用 AI 幫人家開發什麼工具程式，你光前期的訓練學習就會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剪片現在是有點，反正你學一學就會基本上到有手就會，然後它的報酬還沒有到很差的地步，那你就趁這個時候趕快把它賺起來嘛。講完啦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租金繳超過房貸就應該要去買房嗎這個問題。那我跟你討論的這樣做的風險是就無法對抗突發事件，因為他們的錢很薄很薄啊，新聞上是沒講到存款，但是你看他們的收入應該不會有什麼存款，很薄很薄，同時也沒提到說娘家有多夠力之類的。總之我的建議就是先不要買，先穩定再說先想辦法兼差提高自己的收入，等收入高到繳完房貸還能剩以後要買再来買，才不會從租屋地獄跳進房貸地獄然後一樣是在地獄裡。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現在租金已經快追上房貸了，你會直接衝去買房嗎？ A 會，我就不想幫房東繳房貸。 B 不會，房貸比房租更可怕。 C 不會，我租一輩子就好。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這次我們要講的是小芳小芳的故事。小芳她過得不算差她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薪水還可以，平常也不是太亂花錢偶爾跟朋友聚餐買一點生活用品，日子還不錯。只是她這幾年她心裡就卡一件事情，就是她現在租的那間房子已經住5-6年了，然後房東這幾年一直在似有若無要跟她漲房租一開始漲房租的時候，小芳安慰自己說算了，萬物皆漲，然後房東可能有他的壓力，而且他就住習慣了，附近什麼都有，離捷運也很近。他那時候跟自己說，只要不要
太誇張，他就繼續忍一下，找到一間住起來舒服的房子也不是那麼簡單。後來畫風就慢慢變了，第一次漲房租就忍了，隔年漲第二次房租還忍了，到第三次房東又傳賴說續約的話還要再漲1000塊。小芳看着手機就覺得不是很高興，那個數字也不是大到付不出來，但他就覺得說他好像是個羊群然後好不容易長出了漂亮的羊毛就被人家這樣無情的剪掉，那開始就自己在那邊忍啊，然後房東在那邊爽啊，就沒送就對了。好，那沒有保障啊，他就覺得自己好像一直都在幫別人繳房貸然後都很沒有保障這樣。現在是漲房租，哪天把他趕出去呢？所以他就在那邊看591，求職要看104嘛，買房租屋大概都看591，想說不然去買一間小套房算了，至少房子是自己的，不用一天到晚擔心房東要漲房租或者是收回去給家人住之類的。然後他先看總價比較低的小套房有些物件看起來不錯，照片也拍得乾乾淨淨，算一算貸款80%的話他也付得出來。付不出來的部分家裡也說會幫忙他處理。買房子嘛這個華人父母都是舉雙手贊成的，你說借我錢我要去買股票，你看他們什麼想法那他也甚至開始想象，如果這間房子是自己的话，他就可以把牆刷成自己喜歡的顏色，可以買一張比较好的床不用再看房東的臉色等等的。但是等他跟房仲聯繫之後才知道說原來小套房沒辦法貸款到80%，他到外面去看說新青安好像就是80%嘛結果小套房是做不到的，然後因為做不到，他头期款要拿出來就蠻多，然後他月繳也低不到哪裡去所以小芳才震驚到說那房地產要花時間研究一下。很自然而然就看到我的影片嘛然後也來賴上面問我我跟他了解完情況以後，我跟他說我認為你現在的收入狀況買房子是有點硬的，真的是有點硬的。因為他說他單身他目前沒有男朋友，如果有男朋友他拖進來对不對，我們要就一起繳。那這個房貸他繳得出來，但是他的生活的壓力太大了，他大概就是每天吃泡麵，然後連水飲料都不能買了，都要裝公司的回家喝了，就這样那保養品聚餐的話不是不能去，只是去的話就會開始走入一個叫信用卡繳最低的循環，不是很理想所以我就同樣的建議我建議他去找個兼差吧。我沒有講什麼幹話什麼色色的事我就叫他去兼差，就剪片啦然後建議他去簡單學一學網絡上很多免費的教學就學一學，收入提高了以後，其實他收入提高不用提高很多，你知道他一個月收入只要提高2萬塊，一切都會好起來。這個2萬塊蠻 OK 的啦你就是逮到1-2個像我這種長期有在發片的，就說我就幫你剪然後就長期配合的話，看你要支援到什麼程度啊。而且剪輯這東西剛開始都我剪的，所以我大概都知道那個剪輯這東西到後面會越來越半自動化，你只是找素材会花很多時間而已，然後那個素材找到你就把它存下来，存下来以後怎麼樣呢？下次用，就是我的影片中的那個 B-roll 素材啦，重複很多次了，你知道。然後这個觀眾也沒有說什麼，反正高雄的空拍景觀也沒什麼人在拍，我說國外的那些授權網站都沒在拍就那幾個就是反覆用，是不會怎麼樣的所以到後面剪輯這個工作，你服務一個客戶之後會越來越輕鬆，輕鬆是有限度的不會說以後是全自動化，但是就是反正他又要剪，就是他的影片大概要怎麼做，你會有那個 SOP 做的就快了小芳一開始不想因為他就覺得說他下班就很累了，而且動不動是要加班的狀態但是回家看着那個租屋處又想到那個房東他就跟自己說好，那他也要開始找兼差我是叫他剪片嘛那他跟我說他的工作已經是每天都要看電腦，他覺得晚上再看下去眼睛會瞎掉，所以他不是那麼想做，那就祝他順利。結果他跑去做什麼？你猜猜看。好，你猜猜看，蠻屌的我都沒想到他跟我說他跑去幫人家線上算塔羅牌怎麼那麼跳這個我都沒想到。一開始幫人家免費算，然後等對方覺得準然後就要算第2次第3次的時候就要付錢，這樣那個一付錢這個2000、3000、5000這樣子在付的呢很厲害那我說你平常有研究？他說對，他有研究，然後現在的話還可以問 AI 但是他不會把 AI 吐出來的話直接就這樣原封不動跟對方講，他会考量他的，反正就是算命嘛。我們也不會說算命翻一本簿子在那邊抄答案，不會嘛，它就是一個參考資料。而且塔羅是這樣，就是人家什麼情況下他會來算塔羅，順風順水的時候嘛，不是，就像人生病才會去看醫生一樣，他已經遇到事情了。所以塔羅是一種什麼？是一種
窮人版的心理治療，你知道，我現在是這樣理解的，就是窮人版的心理治療，他不是真的不愛你了，他只是因為他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瘡疤，他怎麼都會講這些東西哦，然後讓那個哭哭啼啼的人來問啊，問完以後他心裡會舒坦很多，不要一直鑽牛角尖。其實光這一點哦，這個就是造福社會了啊，不然就會造作出很多極端的案件或情況嘛。今天他被一個男的甩了，甩得不明不白的，然後他就越想越不對勁啊，然後就要去跳樓或者幹嘛哦。但是透過這個塔羅牌哦，你看他還付錢呢，然後獲得一場這樣子非常體貼的心理治療，然後整個人都舒服多了，這是好事情啊哦。然後就是用那個 Google Meet 不是有1個小時，反正就是一場就是算1個小時，這個時薪都直接過千呢，時薪已經比大學教授還高了，你知道嗎？大學教授時薪700多而已啊，然後健身教練時薪1800，我實在是不太理解為什麼健身教練那麼高。然後這個塔羅牌等到他算出小有名氣，我未看先猜還會再更恐怖的，很厲害這個不用出門也能賺到錢的工作。那他跟我說他覺得這樣蠻好的，看着收入慢慢的提高，應該要講迅速的提高了，然後對買房這件事情已經有機會排上日程那我當然也希望你能買到你自己喜歡的房子，不用在那邊擔心被漲房租被房東給他趕出去這樣。